第1138章无名口诀。这运灵粉尘有什么用？房间之内，萧炎目光灼灼地望着那火焰之内的五粒细小的淡黄色粉尘，舔了舔嘴，问道。天火尊者轻抚着胡须，略微沉吟了一下，方才缓缓地道：这运灵粉尘在远古也算是大有名头，因为它不仅是炼制八品以及其上丹药的一种必须之物，而且若是将之融入灵魂的话，则是能够孕育灵魂，逐渐地增强灵魂之内的灵气，从而踏足那所谓的灵境。听得这话，萧炎眼中顿时涌上一抹惊喜之色，这看起来丝毫不起眼的小东西，居然还有着这般大神通。在远古的时候，一些在触摸到灵境之后的炼药师，都是会尽全力的将这运灵粉尘弄到手，这东西就犹如一块能够吸引灵性的磁铁一般，若是融入灵魂之中，便是能够令得灵魂之内的灵气在不知不觉间越发的充裕，而且对于一些感悟状态也是有着极为不错的催化之效。天火尊者笑了笑道。萧炎微微点了点头，眼中的喜色难以掩饰，这笔买卖果然做得不亏，这所谓的运灵粉尘的价值的确远非素心丹药方可以相提并论的，而且最令得他感到惊喜的还是这东西居然还能够加强灵魂之内的灵气。所谓的灵境便是需要灵魂具备着富有丹药灵性的功效，而这种功效的前提则是必须令得灵魂之内充斥着足够的灵气，但这种所谓的灵气若是没有特殊的灵魂修炼之法，却是完全感觉不到。而这种灵魂修炼之法经过无数年的历史断层，早已经是消散殆尽，因此想要再度提升灵魂之内的灵气，则是只能借助外物或者机缘所致下进入一些玄妙的状态，就类似萧炎前2次那般。但可惜这种状态可遇而不可求，自然是不可能想进入便进入，所以这种能够增强灵魂之内灵气的奇物，在如今的时代方才会显得格外的珍惜。这种运灵粉尘只有着一些少数的8品炼药师在懂得炼制之法后，方才能够将之炼制出来。不过我想如今这运灵之法的炼制之法应该已经失传了。天火尊者目光也是有些好奇地盯着那火焰之内亮晶晶的粉尘，这种东西他也只是在古籍上见过，但却并未真正的见到过。日后你若是要炼制8品丹药，加入了这运灵粉尘，成功率则是能够提高不少，而在炼制成功后，品质也是会比其他8品丹药更加精纯一些。闻言，萧炎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惊异，炼制8品丹药需要加入这所谓的运灵粉尘，他倒是第一次听说过。哼，这东西的秘密算是被破解了开去，老夫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免得你在我耳边唠叨，让你损失了药方。见到萧炎那副神态，天火尊者也是一笑，然后站起身来道：天色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便是那所谓的5大家族考核了，可别耽搁了。叶中那老家伙可是将所有的期望都是放在你身上了。说完，他便是转身对着房外行去，而小一先是略作迟疑后，也是对着萧炎嘱咐了一声，方才徐徐退出。望着退出房间的2人，萧炎笑笑，目光转向了面前火焰之中的那5粒淡黄色粉尘，沉吟了片刻，终于是有些忍不住的一招手，一粒运灵粉尘自其中脱落而出，然后徐徐地悬浮在了萧炎面前。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一粒运灵粉尘，萧炎缓缓地闭上双眼，而在其闭眼间，一股吸力突然涌现，在这股吸力之下，淡黄色的闪亮粉尘顿时化为一道细小流光，径直地射进了萧炎额头，然后消失不见。在这粒运灵粉尘融入额头之时，萧炎身体顿时一阵剧烈颤抖，而其脸庞也是陡然紧绷，隐隐间脑袋之内传来阵阵的隐隐作痛之感。萧炎眉头紧皱，强忍着那种隐隐痛感，在他的感觉中，那粒运灵粉尘就如同一枚子弹般狠狠地击打在其灵魂之上，然后穿透而进。不过所幸这种痛感并未持续多久，便是逐渐的消散。感受到那逐渐消散的痛感，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刚刚松下，他便是猛然察觉到周遭的天地间突然弥漫出一种奇异的波动，一缕缕极淡的异样气流在空间波动中渗透而出，最后徐徐地从其额头处侵入而进。伴随着这种异样气流的入体，萧炎立马狂喜地察觉到灵魂之内所蕴含的那种灵气，居然也是开始在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增长。居然是灵气！灵魂之内的灵气，萧炎几乎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但依旧是不能令得他们有丝毫的提升。但如今在这运灵粉尘的作用之下，那种依靠寻常办法根本不可能汲取而出的灵气，居然被抽离而出，然后融入其灵魂之中。萧炎内心狂喜地感受着灵魂之内逐渐增强起来的灵气，许久之后，他方才逐渐的凝定心神。而伴随着他静下心来，脑海之中隐约出现了一粒散发着光芒的淡黄色光粒，一种奇异的吸力自光粒之中散发而出。这种吸力并不强，但却犹如有着一种诡异的力量般，将那些无数强者都是束手无策的灵气从天地之间抽离而出，仿若混沌气息般的灵气徐徐地自空间之内渗透而出，然后源源不断地钻进萧炎眉心之中。这般灵气的吸纳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左右，那淡黄色光粒所散发的光芒以及吸力方才逐渐地减弱下来。显然，这种运灵粉尘并不可能持续太久。而伴随着光粒散发的光芒越来越暗淡，许久后，一道细微的咔嚓声突然在萧炎脑海之中响起。在运灵粉尘破裂间，那股奇异的吸力也是戛然而止，周遭的那灵气顿时烟消云散，任由萧炎如何挽留都是无济于事。感受着这一幕，萧炎不由得苦笑了一声。然而就在其无奈之下将要退出这般状态时，脑海之内的那粒即将消散殆尽的运灵粉尘却是猛然间爆发出一阵强烈光芒。在这等光芒下，即便是连萧炎的灵魂都是出现了一阵剧痛之感。剧痛逐渐的淡化，就在萧炎有些惊慌间，那光芒爆发处却是隐隐间传出了一道极为模糊的苍老低吟之声：魂之极，必守天灵，那灵断魂。模糊的苍老声音低低的在萧炎脑海之中回荡，宛如梵音响彻般，令得人有种恍惚之感。恍惚之感并未令得萧炎因此而失神，脑海之中的那苍老之声虽说模糊，但也被他尽可能的记下了不少。而这苍老之声在回响了3遍之后，便是彻彻底底的消散而去。房间之内，萧炎缓缓睁开了紧闭的双眼，脸庞之上有着许些沉吟之色。据说一些强者能够在一些物体之上留下灵魂印记，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先前那苍老声音应该便是远古强者所留，不过所经历的岁月太过长久，导致变得模糊了许多。萧炎嘴中低声的自语喃喃道：魂之极，必守天灵，那灵断魂。萧炎微皱着眉头，低声呢喃道，片刻后若有所思，似乎是一段口诀，不过明显上还不完整，不知道究竟是有何作用。沉吟思索了片刻，依旧是无果后，萧炎也不得不无奈地摇了摇头，将剩下的4粒运灵粉尘收入那戒。这东西能够吸纳灵气的效果对于萧炎来说太过重要，但可惜持续时间太短了，根本就容不得挥霍，因此也不能轻易的动用，毕竟说不定日后炼制丹药时也是需要这东西的加注。在床榻之上盘腿坐下，萧炎轻叹了一声，然后再度徐徐闭目，而在其闭目间，嘴唇也是微微蠕动。若是仔细听的话，则是会发现正是先前那段从蹦碎的运灵粉尘之内得来的一段口诀。低低的模糊声音在房间之内缓缓地响起，如此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后，房间之内平静的天地突然诡异地泛起了一丝波动。唰！在房间内那丝波动泛起的瞬间，萧炎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脸庞之上布满着震惊之色。他发现在先前的那一瞬，他居然是感觉到了天地间灵气的存在。这种事只有在他2次进入那种奇异状态之时方才会出现，但先前萧炎却是能够肯定他绝没有进入那种状态之中。萧炎眉头紧皱，片刻后手掌陡然一握，漆黑眸中爆发出一股刺眼金芒。是那段口诀的缘故。